这入殓师啊，就是专门给死人化妆的职业。这个行业里男性居多，而我则是一名少见的女性入殓师。有人通过工作室的预约电话，邀请我的团队去给一具遗体入殓。我就问了，遗体在哪儿啊？对方是个老头，普通话非常的不标准，我和他交流起来比较的困难，时常一句话需要重复个好几遍。好不容易问到具体的位置之后，立刻用手机查了一下，那是一个非常偏远的自治县里的小山村。我这下意识地说我们收费是比较贵的。我们团队的收费比殡仪馆的入殓师要高得多了，更何况这还得异地出差呀，算上差旅费、住宿费，还有其他一系列的费用，肯定是不便宜。而且这老头报的地理位置，还有他说话这口音，就让我觉得他并不富裕。可是没想到老头骂骂咧咧的，怎么我还能差你钱儿不成？于是我就把这收费标准跟老头介绍一遍，顺道我还问了一句，请问这遗体是男是女啊？我好准备。没想到老头来了一句，男女都有，给好几个人化妆的话有没有优惠啊？合着我当时就懵了，得，这老头这还想团购啊。通完电话没多久，这老头就把一半的定金给我转过来，于是我立马告诉团队，来活了。工作室成立以来，这还是第一次接到这么奇怪的活。就说一共有4具遗体，分别是2男2女，而且还要我们千里迢迢的跨省奔波。我这团队呢，一共6个人，工作室成立在1线城市，主打的是新式入殓。所谓新，就是按照年轻人的方式，一条龙承包这遗体的修复、化妆、悼念以及入葬仪式，跟传统的丧葬服务那完全不同。我们接触到的家庭大多都是比较开放的，死者也大多数是年轻人。就是举个我们做过的例子，我们曾经把一个死去的 coser 化妆成神奇女侠，在火化前还给她举办了一个轰趴派对。大家知道，按照中国人的传统，死亡是一件非常严肃的事儿，所以我们这个新潮的团队也只能在大城市立足。成立之初，我们也确实没想到能吸引这么多的客户。由于目的地在小山村里，下了飞机之后还得坐半天的小车，那当时已经快到夏天了，遗体不能存放太久，所以我们本着专业的精神，第二天一大早这就出发了。旅途劳顿，山路崎岖，有好几次我都觉得司机师傅差点就把车子开下悬崖了。我们见到这老头时，天已经黑了。一下车我们都傻眼了，因为这目的地比我们想象中的还要落后。说是村落，倒不如说是一堆的石头房，就连门都是破破烂烂的。这村子里不知道是没通电呢，还是大伙舍不得开灯，黑漆漆的。老头就在村口等着我们，满嘴的酒气。走吧，那饭菜都准备好了。这我实在是不想在这地方待得太久，于是想尽快的看看遗体，晚点用泡面对付一下肚子，等天亮给遗体化完妆了就赶紧回上海。老头也没拒绝，带着我们3个进到一个石头房。这房子里躺着2具遗体，都是男的，看上去比较年轻，只有30来岁。我用手机的灯光照了一下，尸体保存的还比较新鲜和完整，也没发现身体上有伤口，化妆的难度不大。那不是说
还有2具女性的遗体吗？现在我们能看看吗？当我看到那2具女性尸体时，这胃里边是一阵的翻腾。呵，这宁可当初都没接这活。我也算是阅尸无数，那绝对是我见过的最恶心的2具尸体，这连我都受不了，就更别说跟我来的另外2人了，当即就吐了出来。其实这事儿发生之前，我已经当过5年的入殓师。入殓师行业里有着许多的规矩，比如我们从不向人递名片，不跟人握手，又比如我们绝不参加亲友的红事，这不管是婚宴还是寿宴。还比如我们不会对访客说你好和再见。至于为什么有这些不成文的规矩，那不仅仅是晦气的原因，一旦破戒了，经常就会招来灾祸。在我当学徒的时候就破过一次的规矩。这前3年我是在殡仪馆工作，给老师傅当学徒，负责打下手，就是念念悼词递递修装工具师傅也教了我很多关于尸体的清洗、化妆和修复的本事。我自认为已经早就可以胜任死者的入殓工作了，可是师傅从不肯让我接触尸体的皮肤，最多就是让我给死者整理衣着，也就是小殓。这个入殓呢，分为小殓和大殓。小殓一般就是为死者穿衣服，大殓最早指的是收尸入棺。后来我们这个行业就把清洗、修复遗体和为遗体化妆也归入到大殓当中。按照师傅的说法，不见千人死，不为死者装。我那破的就是这条规矩。在那个殡仪馆里还有其他的几个入殓师。有一回路上堵车了，师傅赶不上入殓工作，就叮嘱另一个入殓师代替他给这死者入殓。那好巧不巧，这入殓师闹肚子，眼瞅着马上追悼会和火化仪式就开始了，入殓师就把工具递给我，让我完成剩下的几道简单的工序，匆匆地跑去厕所。呵，这我很兴奋入行这么久，这还是我第一次正式上手。这个遗体是一个老奶奶，听说因为儿子不孝顺饿死的。化妆的过程非常顺利，就在我满意的把遗体推出化妆间时，师傅赶到。哎呦，我这辈子都忘不了师傅那眼神，不仅是愤怒和失望，还有着惊恐。事后师傅把闹肚子那个入殓师一顿的臭骂，我是从没见过他发这么大脾气。那几天里我就发了一场高烧，反反复复退不下来，迷迷糊糊做梦的时候，就总能感觉到一个看不清脸的老奶奶站在我的床边上，不停地跟我招手，让我跟着她走。师傅去探望我，听说这情况之后，请了几天的假，带着还没退烧的我，就去他老家里见了一个和尚，请求那和尚给我诵经消灾。我就在师傅的老家里待了2天，这身体果然好了很多。师傅说我在梦中看见的老奶奶，就是我破坏规矩接触的那具尸体，这着实把我吓得不轻。从那之后我也是老实多了，踏踏实实的给师傅打下手。3年时光飞逝，按照每天1具遗体的工作量，我总算是跟着师傅见了1000具的遗体。我本以为这回师傅终于要让我上手入殓的工作了，可是没想到师傅让我离开那个殡仪馆。我百思不得其解，师傅就叹了口气儿，告诉我这是当初那个和尚交代的，说是让我以后都别当入殓师了。那和尚还说了一句，可是师傅支吾其词，不肯明着告诉我，只说将来合适的时机自然会说。于是我就离开了殡仪馆，四处找工作。
可是市里的另外2个火葬场也不肯接纳我。辗转打听才知道，是师傅依靠他在这一行的名气，特别的拜托他们不要接纳我。这我给气的，离开那座城市，为了不看人脸色，我就决定组建个自己的团队。这我天生就是一个野丫头，打小就喜欢稀奇古怪的东西，大家都这么说，我也这么认为，所以汉族的同学和朋友都叫我小野。哦，对了，我是纳西族的，出生在云南丽江。我就通过走婚降临在这个世界上。那什么叫走婚呢？这是我们摩梭人自古传下来的婚姻形式。就我们这儿的男女，如果两情相悦，男方就会在夜半时分爬上女方花楼的窗户，跟心仪的姑娘共度春宵。为了防止别人打扰，男方还会把帽子、腰带之类的东西挂在窗户外边，这就表明俩人正在花楼内约会。等到第二天天亮，男方就得离开，否则就被视作无礼。阿爸和阿妈不知度过怎么快乐的一个晚上，就把我带到这个世界了。阿爸阿妈死得早，我的脑海中并没有他们的面孔。就打我记事儿起，我就是跟着舅舅住。听舅舅说呀，阿爸是被毒蛇咬死的，阿妈伤心欲绝，在野外吃了毒蘑菇，跟着殉情。这原本舅舅是不肯让我去外地念大学的，但是我闹了一场，舅舅也是无可奈何，带着我去村落里的阿婆家。这阿婆呢，是村落里有名的算婆，没有亲人，年纪也大了，头发花白，总是闭着眼睛，是个瞎子。阿婆就把我带到一个幽暗的房间，让舅舅守在门口。这屋子里啊，就亮着一盏油灯，昏黄的烛光下，阿婆沟壑纵横的脸让我感到有点害怕。阿婆跟我面对面坐着，拿手摸着我的脸。我这印象中，她的手掌很粗糙，磨得我脸疼。突然之间，阿婆睁开眼睛，那双眼睛里只有眼白，没有瞳孔。我这吓得惊声尖叫，扔下门外等候的舅舅，就跑回家里。舅舅告诉我，阿婆跟他说了一句话，但是不适合告诉我，我也没太想知道，因为一想起阿婆那双瞎了的双眼，我就不怎么敢问了。在填报志愿时，我就被现代殡仪技术管理这个新兴的专业给吸引。我还记得舅舅当时的表情，先是诧异，然后无奈，最后叹了一口气儿。被师傅赶走2年，我生活的特别拮据，好在我学了一身的本事，最终突发奇想，去到一个大城市，成立了这个比较新潮的入殓师团队。想从事这个职业的人，就需要根据每个地方政策和要求，到相应的部门培训，达到学识要求，通过测试，就可以成为一名入殓师。这倒是不太难，难的是这个职业对心理素质的要求太高了，大多数人不想，更是不敢走这条道。这工作室里男女各半，包括我在内，只有3个人在大学期间是学过殡葬专业，其他的3个本来就是正经的化妆师，要么在摄影店工作被开除了，要么生意惨淡接不到妆。我就经常跟这3个人开玩笑，嗨，这反正是化妆嘛，没改行。在我看来啊，给死人化妆还容易点，因为死人不会动啊，也不会提要求。为了让团队看上去更加的专业，我还给大家报了班了，去各大高校和社会培训机构里上课。细数一下我们这接触的课程，那传统的有国学、风水、插花，专业的有传染病学、法医化学等等。这些知识我认为都是作为一名入殓师需要接触到的。现在介绍完我和我的团队，
是时候说回到小山村那起案子了。看完这2具男尸，老头就带着我们出了石头房，往外村走。我觉得奇怪，就问啊，那2个死者不在村里吗？这老头拎着半瓶郎酒，往嘴里灌了一口。放山里边了。我们就把随身携带的工具包放在草丛里，跟着他走。他在前面带路，我们仨就不远不近的在他后边跟着。虽说是快入夏了，可是这山里的温度不高，甚至还有点冷。跟着我来的俩人都是男的，一个是小曹，一个叫小孔。因为路程比较远，所以我就特地只带着男生。小曹打量着山里阴森的样子，打了个哆嗦。哎呦，这我怎么觉得怪怪的呀？小孔胆子比较大。哎呦，这小野一个女生都不怕，你怕什么呀？我们这走了将近半个小时，才终于被带到林子里一间木头棚子外面，那入口还用布遮着。老头指了指布帘，就示意我们进去看看，他在外边候着。呵，这棚子里忒黑了，我们3个都打开闪光灯照明。里面有2张简陋的木台，台子上有2具遗体，都用白布盖着。在台子下面放着10几个香坛子，这坛子里的香正燃烧着，浓郁的气味让我有点喘不过气儿来。小孔也没想太多，这马上就想用手掀那白布，我阻止了他，翻了个白眼儿。你着什么急啊？规矩忘了？小孔这就罢手，跟着我和小曹闭眼悼念。就这规矩啊，也是师傅当初教给我的。这跟死人打交道的工作，规矩就是多。不知道为什么，闭眼悼念时，我那后脖梗就发凉，那感觉就像是有人站在我的身后，正大口的往我脖子上吹气儿，又像是在我头顶上有什么东西耷拉下来，正好撩到我的后脖梗。念完悼词，我睁开眼，小孔就走到2个木台中间，2只手分别揪着2条白布扯了下来。霎时间，我只觉得头皮发麻。2具尸体上沾满着早已经干涸的血迹，其中1具遗体的半边脸都没肉了，脸骨露出来，仅剩的1只眼睛还睁开着。另1具遗体头断了，头发很长，就摆在脖子上，这还能看到血肉模糊的气管和被撕裂的肌肉组织。他们身上穿着破破烂烂的衣服，洞口下依稀可见露骨且发腐的伤口。我这总算是明白小小的木棚里为什么放这么多的香坛子了。烧香是为了掩盖尸体腐烂的味道。这小曹当即捂着口鼻就冲了出去，大吐一场。饶是胆子大的小孔也顿时是脸色苍白。最后还是我让他先出去，他才终于反应过来。我打量着这2具年轻的尸体，又给他们默念一遍师傅教给我的超度经文，小心翼翼地把白布给他们盖上，这才出棚。我出来就问这老头，这有死亡证明吗？没有的话，这活我们不能接。没错，这俩姑娘显然不是自然死亡，我怕摊上事儿啊。老头也听出我这话外之音了，把酒瓶往地上一砸，撸起袖子，这就凑上来。不是你什么意思啊？小孔马上把我护在身后。干嘛？想耍狠啊？小曹也是吐完了，把嘴擦干净。嘿呦，这大爷，他那意思是，咱们这干入殓师的有要求，在尸体入殓之前必须得先看死亡证明，而且呢，你给他俩火化不也得死亡证明吗？不然哪家火葬场愿意给你烧啊？老头沉思一会儿，这才招了招手，示意我们跟着他回村，一边走还一边说呢。
不就死亡证明吗？有。我回过头，又瞄了一眼木棚子，风吹动布帘时，时不时地露出这棚里木台的一角。我心里特别的不安，总感觉这要是不走，马上就有什么东西会从这布帘后头钻出来。回村子的路上，我就问老头跟这遗体是什么关系。老头哭着跟我们说呀，这2具女性的遗体都是他的女儿，平常在城里生活，1个星期以前坐大巴回村里看望他，这没想到发生车祸，车子掉下了坡了。他这2个女儿平常爱漂亮，所以他想让2个女儿走得体面一点，这才打听到我们远在上海的工作室。至于村子里那2具男性的遗体，那分别是隔壁2个村落的年轻人，他们的亲属听说这老头给女儿张罗入殓工作，所以就把遗体也送过来，顺道化个妆，完了再接回自个儿村子里火化。老头带我们回到家里，给我们安排了2间屋子，那说是屋子，其实就是放一张床。老头让我们先吃饭，他去给我们拿死亡证明，说完出门就走了。我们这一边吃着泡面，一边在讨论。小孔就问啊，哎呦，小野啊，我这可是第一次遇上损坏这么严重的遗体，这妆怎么化呀？嗨，这头断了就把头封上，肉掉了就用假体补上呗。这时小曹叹了口气，哎呦，这早知道这钱就不赚了，恶心也就算了，关键是那女尸看得我头皮发麻呀。没一会儿，老头空着手回来，他告诉我们，他不识字儿，那死亡证明是村里的一个老先生去他们替派出所办的，还放在老先生那儿。可是这先生今天进城了，还没回来，就让我们先休息，入殓工作开始前一定会给我们看到。就这天夜里，我睡得正熟，突然又感觉到我的脖子和脸痒痒的，这种感觉就跟站在木棚里看那2具女性遗体时一模一样。我怎么都睁不开眼睛，就听到很多的声音，先是车子启动的声音，然后是一群人的欢声笑语，紧接着一道急刹车的声音伴随着车胎爆开的声音响起，再接着就是一群人的哭喊和尖叫。最后吵闹的声音消失了，取而代之的是2道委屈的啜泣，异口同声地说，我们不愿意。终于我用尽全身的力气，猛地睁开眼睛，这陡然间我吓出了一身的冷汗。那天花板上正倒挂着一颗脑袋，脑袋的长发向下垂下来，正好撩在我脸上，而我的床边正蹲着一个半张脸都露出白骨的女人，正艰难地对着我的脖子喘气。我用力地尖叫一声，猛地坐起来，一切都消失了。我汗流浃背，这才知道这就是一场噩梦。可是我却再也睡不着了，满脑子都是木棚里的2具女性尸体。我看看手机，这才凌晨1点不到。我觉得很闷，于是来到外面，坐在门槛上透气。这村子里特别安静，挨家挨户都黑着，倒是有一户人家里亮着灯。我仔细看了看，发现老头正好在敲那户人家的门。有人给老头开门，老头进去之后，门马上关上了。鬼使神差的，我就凑了上去。这时我就听到一句让我再次毛骨悚然的对话，先生，你得想办法弄2份死亡证明啊，不然那几个入殓师不肯干活啊。靠，你可拉倒吧，我上哪儿给你弄死亡证明啊？难不成上派出所开啊？哼，你敢去吗？
我心说这两个姑娘果然不一般。我就觉得脑袋嗡嗡的作响，脚底下一滑，弄出点动静。我来不及确认老头和老先生有没有察觉，立刻的往回跑。我就是一个念头，这里很危险，必须赶紧离开。我立刻叫醒正在打鼾的小孔和小曹，拎起工具包，拽着他俩就往外跑。那一路上，小孔跟小曹不停地问我发生了什么，可是我心猿意马，也没跟他们解释。不知道是我太害怕了，迷糊了，还是真的鬼打墙。这村子不大，明明村口就衔接着通往城里的山路，可是我拉着他俩跑了很久，也没走上那条道啊。我越来越慌，直到小孔甩开我的手，要求我立刻说清楚，我这才逐渐的冷静下来。我咽了口唾沫，正要把偷听到的对话告诉他们，小曹突然问我：“不是小野啊，你还要再看一遍遗体吗？你怎么又带着我们上这儿来了？”不知不觉中，我竟然又把他俩带到山中的木棚外。我双腿发软，一屁股瘫坐在地上。小孔跟小曹从来没见过我这样，也都慌了神儿，不停地晃着我的胳膊，就问我这发生什么事儿了。我的嘴里吐出2个字：报警。终于跟小孔和小曹把来龙去脉解释清楚之后，他们也是吓得直哆嗦，但是又怕迷路，不敢乱跑，跟着我乖乖地坐在原地等着警察，眼睛时不时地瞟向那个木棚。在等警察的过程中，我就想到了师傅，于是给他拨打一个电话。我被师傅赶走之后，因为负气，已经整整2年没有联系过他了。我也没想到这一次联系他竟然会在凌晨2点钟，可是这电话几乎是立刻就接通了。我带着哭腔叫了声师傅，师傅仿佛早就料到我会给他打这个电话，叹了一口气儿，让我不要着急，慢慢说。于是我就把这里发生的所有事情都说了一遍，还把我成立的这个新式的入殓团队的事儿也告诉了他。这师傅呀，最注重规矩和传统，我本以为他一定会骂我瞎折腾瞎捣鼓，可是没想到他心平气和地说：“你现在可以告诉你那和尚当初的那句话。”县派出所的2个民警赶到时，已经凌晨3点钟了。我们立刻带着他们进木棚，可是更加让我头皮发麻的事情发生了。2个木台上哪有什么遗体呀，就剩下2张白布。我这突然想起在老头家做的那个梦，再看看空空如也的木台子，我倒吸了一口凉气，难道那不是梦啊？他俩是真的跑回老头家去了。就这个时候，幽怨的山林里传来很多人的呼喊声，仿佛在找什么人。民警带着我们出了木棚，我们也是总算看清楚，这些人手里都拿着手电筒，原来是老头带着许多村民正在找我们呢。老头看到我们，立刻责骂：“深更半夜的，你们不好好睡觉，瞎跑什么？”这民警一问呢，这才知道闹了乌龙了。2具遗体确实是老头女儿。1个星期前，村落通往县城的山路上确实发生一起车祸，大巴车突然爆胎了，掉下山坡，所幸最后被几棵长在悬崖上的大树给接住了。大巴车上的大部分乘客这才保住性命，等待救援。但是这老头的2个女儿就没这么幸运了，他俩没有系安全带，直接被甩出窗户，掉在悬崖下面死了。至于木棚里失踪的2具遗体，老头也解释清楚，他想着明天一早我们就得给他2个女儿整理妆容，于是请了几个村民帮忙，
先把遗体抬进村子，这样天亮之后可以节约一些时间。只不过老头等人上山抬遗体时，我们都已经睡着了，所以浑然不知。他们那身上都有伤口，已经走了很多天了，有味道啊。我是怕影响到大家，所以才把他们暂时放在这里。我这惊魂未定的听着老头解释，心脏仍旧跳得很快。民警见状也是笑了，同志啊，这真是误会了，他俩那死亡证明就是在我们派出所办的。我半信半疑的看向老头和那老先生。可是我听到你们在说要想办法弄死亡证明呢。老头一脸无语，从这身上掏出2张死亡证明来。哎呦，你要的东西在这儿呢，趁着警察同志在场，你仔细看看。我接过死亡证明，认真的打量一番，上边盖着公章呢，是真的。民警拍拍我的肩膀，嗨，同志啊，你刚刚不是还说做梦了，什么2个女人在你床边啥的？鬼打墙啊，那都是你太紧张了，犯迷糊了。哦，对了，你偷听他俩说话，这肯定是听错了吧？我就看着老头和村民，他们找我找的满头大汗，心里边突然有点过意不去了，慢慢的就把这遇上的诡异的事儿都释怀了。毕竟我受到惊吓，慌了神了，那兴许啊还真是产生了幻觉。后半夜我也没再睡着，天亮之后，村子里敲锣打鼓，还有不少和尚在念诵经文。老头在去参加仪式前给我们煮了粥，我们端着粥一边喝着，一边站在门外看着这个村落的传统的丧葬仪式。有比较热情的村民凑过来，还跟我们搭话。跟你们说呀，他对这俩闺女是真好啊，花这么多钱把你们请过来，就是为了让他这女儿走的时候好看一点。跟你们说呀，那车祸发生那天，那俩闺女被从悬崖底上救上来时，面目全非呀，太可怕了。小孔应和着，这可不是嘛，我们看过遗体了。怎么你也看过啊？嘿，这说真的呀，这样的遗体那比较麻烦，在化妆前咱们还得先清洗修复，得忙活一整天呢。村民也是点头，我哪儿敢看呢，我就是听说的。听这县城来的救援队说，他这俩闺女一个脸被刮烂了半边，被救起来时还大口的喘气儿呢，可惜还是死了。还有一个，那脖子砸在尖锐的石头上，直接就断了。救援队先找到身体，后来在一棵大树上才找到那倒挂的脑袋。这时我端着碗的手僵住了，大口喘气，倒挂的脑袋，这跟我梦见的是一模一样啊！我也来不及仔细的思考，有2个中年人冲着我们招手，我们放下碗赶紧过去。这2个中年人分别递给我们一张纸，是2具男性遗体的死亡证明。这2个中年人呢，分别就是2具男性尸体的父亲。听老头说，入殓前我们得看死亡证明，所以一大早就把这死亡证明给我们送过来。你们有什么特殊的要求吗？我就问他们。中年人告诉我，怎么好看就怎么画，唯一的要求就是给他们穿上衬衫西服，那服装已经准备好了。我们就接过他们给的西装袋子，一块放进存放2具男性遗体的石头房。这先前说过，这2具男性的遗体保存的都挺好，也没有伤口，所以他们的入殓工作也是比较简单。我在一边指导，小孔和小曹一起动手，花了半天的功夫，这就搞定了。2个中年人看过整理后的遗体，非常的满意，
每人还给我们塞了个小红包，把遗体就抬走了。这今儿是当地的好日子，他们应该是把2具遗体分别接回村子入葬去了。这真正的挑战下午开始。老头给了我们一个大麻袋，说是2个女儿要穿的衣服就放在里边。我们也是想趁着天黑之前赶紧搞定工作，于是接过麻袋，马上把老头赶出去。我们先是处理那没了半边脸的那具遗体，由于担心尸体产生的传染疾病，我们都戴着口罩、护目镜还有手套。我们先一块把遗体上的衣服剪破，再用专业的清洗剂给这尸体清洗，然后给没了肉的半边脸覆盖肌肉假体和皮肤假体。处理完之后，我把剩下的化妆工作交给小曹。小曹，脸部的粉底打厚一点，别让人看出来那半边是假的。我就跟小孔着手处理那一具断了头的遗体。要说呀，这具遗体难度特别大，我们需要先给脏兮兮的尸体清洗一遍，把那断了的脑袋缝在脖子上，又进行了一遍清理。接下来的工作就跟另一具遗体一样，覆盖肌肉假体和皮肤假体。我这又交代小孔，你剩下的化妆你来吧，重点放在脖子上，要把那缝合口挡住，别让人看出来了。到天快黑的时候，我们总算是给这2具遗体化好了妆了，这剩下的就是小殓了。原本给死者穿衣服需要在大殓之前，可是由于这2具遗体身上创口太多，我们需要遮补的面积太大了，要是穿上衣服就会影响效果，所以就把小殓往后挪了挪。毕竟都是年轻人，我们不拘一格，相信他俩也不会在意。小曹这会儿才打开老头给我们的麻袋，把里面的衣服拿出来一看，哎，这不是婚服吗？我凑上来一看，果然是红色的中式复古礼服，而且就是结婚穿的那种。小孔想了想就问呐，哎呦，咱要不要去提醒一下？这太不讲究了，哪有入葬的时候穿喜服的呀？可是小曹反对，不是，这是老头亲手给咱们递的，你还提醒什么？那万一是人家传统呢？这多一事儿不如少一事儿。我同意小曹，立刻着手就给俩人穿上衣服。全部忙完已经是晚上7点了。这村子里的仪式持续了一整天，也没有消停的意思。我们在这老头家里整理着行李，就准备当晚就离开村子，在县城住一晚，隔天回到上海。老头进来，一人又给我们塞了一个红包，表示感谢。我就问老头，你这遗体什么时候入葬啊？哦，后天下午。我一愣，不是，后天下午？今儿不是好日子吗？该不会是我们到天黑才画完，给你们耽误时辰了？那不是，下葬的日子啊，就是后天。这我就更奇怪了，那怎么今天就让我们化妆啊？这2天呢，还有点仪式要办。这我就没再多问了，拿着工具箱就往外走。上了老头给我们找的面包车，小曹对着车窗外边老头挥手，那大爷再见啊。这时小孔就往小曹的后脑勺上拍了一巴掌。哎呦，这规矩你都忘了。路上啊，小曹就问我，哎，那啥小野啊，为什么咱们不能跟别人说再见啊？我笑了，应该是没啥事儿，就是师傅告诉我的，他说咱们这一行要是跟别人道别，容易把人给送走。这车子呀，快开到县城时，小孔忽然想起那2个中年男人还有老头给的红包，连忙就把里面的钱给抽出来，各自有200多块。
嘿嘿嘿，不错啊，这够在上海吃一顿饭了。小孔挺开心的，把钱塞回钱包时，却突然发现这红包的背面写着一个喜字。小曹也是看了看自个儿红包，哟，这我的也有啊！果然，我把红包拿出来，上面也有喜字。小孔和小曹就纳闷了，不是，这怎么会有人在入殓的红包上写喜字呢？这又不是结婚。我就回想起2具男性遗体穿的西服，还有这2具女性遗体穿的中式喜服，嘴里边不自觉地蹦出3个字儿：这是配阴婚。这下小孔是惊得合不拢嘴。哎呦，这小野啊，你是说他们要给那2个男的和那俩女的配阴婚啊？小曹手里攥着红包，正在思考着什么。我看他这样子，心里边更不安了。我就问小曹：“你有话要说呀？”小曹深吸一口气：“哦，我给那2具男性遗体清洗手臂时，我就看到他们那手臂静脉上有很大的针孔。嗨，这不正常吗？老头不是说了，这俩男人生病死的，病人嘛，那手臂上有个针孔，这不很正常的吗？”小曹悠悠地说：“不是，关键是他们每个人的手臂上都只有一个针孔，而且看上去特别新，应该是死前不久留下的。”再紧接着，我的耳边突然就响起做梦时那声委屈的啜泣：“我们不愿意。”呵，这声音太真实了，仿佛就在我的身边。可是我回过头看去，我身旁的座位是空的。我心里边有着一道声音，想让我帮帮他们。停车，报警。警察又一次进村，老头2个女儿的遗体确实没什么问题，但是有问题的是那2具男性的尸体。我这才知道，老头和老先生谈话时要想办法搞定的2份死亡证明，是这2具男性遗体的。老先生被捕，他是这起案子的教唆者，他教唆老头给这2个还没出嫁的女儿找2个老公，免得让他们在阴间无依无靠的。那2个中年人也被捕了，他们涉嫌绑架罪和故意杀人罪。他们给我们看的死亡证明根本就是假的，他们也根本不是2具男性遗体的父亲，这是他们绑架2名男性受害者，勒索赎金之后又给他们注射毒药，再卖给老头。这老头呢却没有被捕。警察进村时，老头正偷偷的用推车推着2个穿喜服的女儿，前往山里的破庙里举办阴婚的仪式。民警找到他时，他已经死了，看那样子是被石头绊倒，脑袋磕在树上。2014年底，舅舅去世了，是我亲手给舅舅入殓。打那之后，我就再也没干过入殓师的工作，而是不害臊的当了一回大龄考生，参加社会高考，以28岁的高龄考上上海一个挺出名的医学院，重读大学。去年35岁的我，就考进一个荆门市的公安系统，在刑侦支队里做法医的工作。其实我从来都没想过，我这职业会发生如此天翻地覆的变化。舅舅去世前，我赶回去见他最后一面。他在咽气儿时，终于肯告诉我，当年那算婆对他说了什么。这算婆对舅舅说的呀，跟和尚对师傅说的是同一句话。他年轻时为死者送行儿，而那后半生呢，为死者鸣冤。